欢迎大家又回来我的频道。4年一次的世界杯开打了，我虽然不是球迷，但是世界杯的热度怎能不蹭呢？所以今天分享给大家这一款非常简单而且不需要模具的足球形状的曲奇。黄油室温软化，加入糖粉，再加一小撮的盐，不需要用电动打蛋器，只需要用蛋抽把它们混合搅拌均匀。然后分2到3次倒入牛奶，每一次都彻底拌匀以后，再加入下一次。筛入低筋面粉和杏仁粉，用橡皮刮刀把它们拌成团。拌好的面团是不沾盆、不沾橡皮刮刀，也不沾手的。取其中的108克面团，加入1克的竹炭粉，拌匀。剩余的原色面团呢，先覆盖保鲜膜，然后放在冰箱里面冷藏备用。2种颜色的面团分别切割成2克1个的小面团，黑色的小面团一共分割成54个，6个为一组。原色的面团呢，一共分割成了90个，10个为一组。接着就像我视频中所演示的这样，把它们组合起来。在组装的时候呢，尽量都把它们往中间聚拢，就是让它们连接的紧密一些，这样才能避免最后出现缝隙。在组装的时候呢，可以在底部垫一层烘焙纸，方便后续操作。如果家里没有竹炭粉的话呢，也可以用巧克力粉或是其他颜色的色粉来代替，反正足球也并不是只有黑白。组合完毕，盖上另外一张烘焙纸，先用手掌轻轻地把它们大致压扁，然后再用擀面杖轻轻地擀开。我这个圆形模具的直径是5.5厘米。周围的这个面团呢，你可以现在就直接取走，也可以等会儿冷藏了以后才进行分离。室温放久了的面团会变软，如果这个时候你去移动它的话呢，可能会使它变形，所以我们先放在冰箱冷藏或者冷冻10到15分钟，让它们变硬。冷藏过后的饼干胚就可以非常轻松、非常容易的移动，并且完全不会破坏它的形状。把它们放在烤垫或者是烤纸上，送进预热好的烤箱，150度烤15分钟。刚出炉的曲奇是有些软的，把它们放在网架上，彻底晾凉以后就会变得非常酥脆。刚刚切割下来的边角料，我继续把它们揉匀、擀开、切割、烘烤，不是足球的形状，它也是非常好吃的曲奇。有一点需要注意的是，我们在把面团擀开的时候呢，尽量不要把它们擀得太大，因为这样子的话呢，切割出来周围黑色的部分会比较少，看起来就没有这么可爱，没有这么好看了。如果真的不小心把面团擀得太大了，那么还有一个补救的方法，就是用大1号的圆形切割膜。饼干是非常酥脆的，并且奶香味很足，快做起来蹭一蹭世界杯的热度吧。好啦，今天的视频就到这边，非常感谢大家的观看。喜欢我的视频，请记得点赞、分享和关注我的频道。我们下次再见。